我爹是大理寺卿，素来公正，姐姐有的，我必定也有一份。就连义亲，爹爹都替我们姐妹挑了一对出江入相的双生子。可直到重活一世，我才明白，那所谓的公正，不过是这世间最精心的骗局。这枇杷真好吃，软糯清甜的。爹爹每年送的枇杷都酸涩的难以下咽，我要去问问姐姐在哪里买的，来年也让爹爹去别处买，莫要再被酸果子骗了。我与兄长哪里不同？当初为何不肯选我？云兰，你别这样。听兰还在前庭，偏要我娶了那个胸无点墨的女人，整日里不是爬树就是斗蛐蛐，连长衣都背不全。我与她说诗，她说困；我与她说词，她说饿。够了！不够！我爹明明说了，我们兄弟任凭你们姐妹挑选。你先挑的，却选了她。我哪里不如她？戍边3年，萧慈庵连一封家书都不曾好好写过。我每月给你传信对诗，送你脂粉、画卷。原来我这一世推掉的，不仅是一个卑劣的伪君子，还有那名为公正，实则偏心的谢家。小姐，老爷那边打发人送了2筐枇杷过来，说是给您和大小姐一人1筐，正等着您回话呢。既然是一样的一份，那就当面打开看看，看看这一世爹爹给我的内容，是不是依旧那般酸涩。我重生回到了义亲的那年，这一次，我要让你们都知道，酸涩的味道是怎样的。听兰啊，你姐姐爱吃这个，爹自然也不能落下你。你们都是我的女儿，爹爹凡事总得公正公许。你若不爱吃，赏给下人便是。但爹爹是一定要对你们姐妹俩一视同仁的。下个月，萧家大郎也该从江南角窝回来了，到时候你们姐妹俩一同出伐，嫁入萧府，两家也是双喜临门。当真是双喜。谢庭安，抱歉，临时有公务要忙，需连夜处理。一走就是1夜，原是同姐姐圆了房。与姐姐一样的枇杷，女儿收下了。至于一样的夫君，就不必了。什么？爹爹有所不知，娘亲远在太仓，早已替我定下过一门亲事。什么婚约？我为何不知？娘亲与您合离已有7年，这7年来你也再未联系过她，又怎会知晓？孩子大了，总要接回府中，不然影响日后婚嫁。他娘自然也要一并纳为妾。我太师府的女儿，宁死不受此辱，合离。听兰，萧家兄弟皆是良配，你我姐妹若一同嫁过去，往后也有个照应。照应，不过是觉得我好骗，好拿捏罢了。不聊那些臭男人了，姐姐素来最爱吃枇杷，快尝尝，这可是爹爹刚送来的。听兰，我果然什么都知道。采薇，萧家文武两兄弟，你素来爱诗书，可先选心仪之人。
女儿心目那官拜右相、才华横溢的萧云兰，才子佳人，理应如此。老爷，国师批言，萧家一胞双生，必有一子英年早死。如今看来，武将萧策安身强体面，而萧云兰自幼体弱，恐是应验在萧云兰身上。什么？萧云兰寿数不长久，岂能耽误采薇？将采薇的婚约与听兰调换，病秧子就让她嫁给病秧子。云兰，姐姐这些日子为你相思成疾，日日盼着你的书信呢。能得嫂嫂垂青，云兰三生有幸。采薇这几日胃寒，大夫说少吃生冷，就不要勉强她了。关于与萧云兰的婚事，你不可任性。爹爹是大理寺卿，素来公正，最是重诺。想必爹爹也不愿看到女儿毁约，做个失信的小人呢。若有何事儿郎，还请娘亲尽快替女儿相看，不求家世显赫，只求人品端正。拿上我的对牌，命人连夜快马加鞭，将这封信送到太仓我娘手里，务必亲手交接。是，小姐。这时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能离他们远远的，便更。江南传来消息，萧家大郎遭倭寇伏击，战死了。萧策安死了。唉，天妒英才啊！都快大婚了，兄长却不幸去世，我萧家实在对不住谢大姑娘。思来想去，我愿肩挑两房，待兄长履行婚约。长幼有序，我先如约按照婚期迎嫂嫂入门，待过些日再迎听兰过府。如此，两桩婚约皆可保全，谢家也不至于损失颜面。听兰，你别多想，无论早晚，你总归是我的妻子。浮光姐，前世你们也是这样穿着华服，在我的鲜血上寻欢作乐。这些日子，谢天兰仗着有孕，一直缠着我，不便给你写信。去府中找你，我想你想得紧。谢听兰还在营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我们怎么能背着她这样？小产后，我提前醒，身子还虚着，可我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烧。我要去问个明白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云兰，都怪我纵容你在马上胡闹，不然你也不会失去妹妹给你怀的骨血。别哭，怎可怪你？明知你独守空房，一直没怀上孩子，她却率先有孕，这让外人该如何说？大婚那日，我明明在她交杯酒里下了不宜有孕的药，没想到她竟还能怀上。不许指责我妹妹，都怪你当初偏偏答应与我打补。不提她了，我努力。你快些有孕，你先行生下萧家长孙，她便也有资格怀孩子。一个刚小产的女人，顶多扑过来厮打哭闹，又能如何？我要拉着你们一同给我的孩儿陪葬！既然萧家大郎不在，那正好，要嫁进萧家的本就只有一人，肩挑两房就不必了。你只娶姐姐便是。
且慢。青兰，你上次说你娘在太仓早就给你定过一门亲事，前几日我已经去信问过你。什么亲事？青兰，背着我与别的男人定亲了！放手！你发什么疯？青兰，你自己看，你娘亲的回信说得很清楚，她从未替你定过什么婚约。不可能，娘亲明明在信里说过，已为我安排好了一切。听兰，我是顾忌长幼北遁，才先娶你姐姐过门，又不是不要你了，何必编出这样的谎话与我赌气呢？这是你第几次闹着要取消婚约了吧？若是咱俩的婚约真没了，后悔的可是你，你怕是又要找我哭鼻子了。到那时，我成为你姐姐一个人的夫君，就不能再哄你了。听兰，怎在此处？莫非又调皮追逐那白鸽玩耍？萧云兰，你竟画姐姐的画像，还这般神气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听兰，不过是与采薇姐姐切磋话术，恰好会得一笔，何故如此动怒？我去书房给你解释，这里人多。看，这是你，这是独一无二，旁人如何都不及你分毫。算你识相，下次再敢这样，我便不理你了。萧公子，这是今日为你寻来的上好白玉簪。听兰，这是给你的，你可喜欢？这盒送去给采薇姐姐。为何姐姐也有一份？你明知我从小到大，你爹不也是这样公平的吗？你姐姐一份，你一份。女儿家谁不想要一份偏爱？可他总能找到理由，让我无言以对。罢了，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小两口的情谊。谁让我倒霉呢？临出嫁前没了夫君，就让我余生常伴青灯古佛吧。好了好了，听兰，我知道此事委屈你了，但你姐姐都这般可怜了，你们俩可是亲姐妹，你为何半分不懂得爱护自己姐姐？带你进门，我定会好好待你，你姐姐那边不会越过如此，冥顽不灵。采薇，我们走，去逛灯会散散心。爹爹留步！女儿好多年没见过娘亲了，思念的厉害，哪怕是让女儿看看她的笔墨，一睹相思也好啊。看完了，看完了就回去准备嫁衣。云兰虽说肩挑两房，但也是幼相之尊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发什么疯？这信根本不是娘写的。什么？字迹不对，娘的字10几年前的确是这般，可如今早就变了。爹，您与她和离10几年，从未联系过她，自然不知道。可我知道，我岁岁与她书信往来，她的每一个字我都认得。你放肆！你放肆！爹，您伪造回信不就是为了逼我嫁给萧云兰吗？您到底是想让女儿嫁人，还是想让女儿给您的外管接中女儿当遮羞布？谢听兰，你这个逆女，简直大逆不道！萧家长子已死，萧云兰体弱多病，这门婚事还有什么可赌？您不过是想攀附萧家的门楣，卖女求荣罢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既有主意，我不管你了。以后你爱嫁谁嫁谁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小姐，太堂来信了，是夫人派人把李佳吉送来的，快给我！兰儿，娘已安排妥当，婚事一应备齐，你且到了太堂，只管放心出嫁。娘虽不在你身边，却绝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
翠玉，速速去收拾细软。是，小姐，咱们去哪儿？备车，去太仓。前世我在这座府邸里耗尽了所有的气力，最终落得尸骨无存。今世，我谢听兰与谢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走。这牌呀，真够大的！右相大人丧兄未久便续娶，虽说是肩条两房，但这架势一点不含糊啊。那是自然。听说心腹是谢家的大姑娘，与右相大人可是才子佳女，天作之合。嘘，我怎么听说原本该嫁的是谢家二小姐，怎么突然换人了？赏。我们右相大人今日大喜，赏你们的。小姐，他走。们快走快走，莫耽误了本官接新旗的吉时。神气什么啊？等到了太仓，咱们小姐的婚姻定会比他们热闹100倍、1000倍。是啊，太仓。大人，不好了，谢家二小姐不见了。什么？今早只留了封信，就出城离开了，说是去太仓投亲了。大人，姑爷，我家大小姐在里头还等着您呢。赌气罢了，她闹脾气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让她去散散心也好，想开了自然就回来了，省得我再费时间去哄她。姑爷，该挑盖头了。云兰，采薇，久等了。只要能嫁给云兰，等多久采薇都是愿意的。夫君，我的兰儿，你可算到了！娘亲，我回来了。赘夫和婚事，娘都已经给你备好了，明日便成亲，东西都是现成的。虽然赶是赶了些，但该有的一样都不会少你的。你这脸怎么跟萧策安一模一样？萧策安，你没死！听兰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你也重生了？是，上一世，爹明明告诉我，谢福威相中了我弟弟云兰，我要娶的姑娘是你。可大婚那夜，我满心欢喜挑开盖头，看见的却是谢福威。我在书房坐了一夜，第二天便停止书编。我给你写了无数封信，想问你过得好吗？你一直在等我的回信。我一封回信也没收到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信全被谢采薇劫了。我等了7年，等到最后，连等待本身都变成了一种执念。再后来，我接到你的死讯。我从边关快马赶回，到你坟前时你已经走了。我想着你怕黑，夜里又看不清东西，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地下，肯定又要哭鼻子了，索性就自刎随你而去了。
本以为黄土一破便是我的归宿了，可再睁眼，我发现自己还在江南角窝，还没回京，还没议亲。我想直接扔下军队赶去京城找你，可仗还没打完，脱不开身。这仗前世就赢了，本该驾轻就熟，却遭遇了前世没有的致命埋伏，九死一生。我倒在血泊里，满心绝望，以为这辈子连见你一面的机会都没了，又要与你错过一世。没想到我命不绝，醒来时发现被岳母救下了。我幼时就见过岳母了，待我伤好之后，她突然极其严肃地问我可有婚配，问我可愿入赘给她的独女。我娘，你认出她了？对，听兰，那你呢？你还没认出我吗？我是你的石头精啊！石头，你怎么挡路呢？挡着我去找娘亲了，我要把你搬走，万一绊倒谁就不好了。小丫头，我不是石头。石头成精了！别哭啊！是荷花酥吗？是，荷花酥还有桂花糕、糖炒栗子、蜜饯果子都给你。你为什么每样都只吃一半？爹爹说，凡是有好东西，都必须我和姐姐一人一半份。这是我送你一人的，为何要留给旁人？记住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是独一份的。这世上从来不存在两份同等的爱。你哭什么？大喜的日子，你自己不也在哭？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你分毫。萧云帆不行，谢良威不行，你那个偏心的爹也不行。你说话算话。算话。听说了吗？萧将军死而复生了。胡说什么呢？前阵子不是说在江南角窝中了埋伏，连尸骨都没找着吗？哪能啊，那是假消息。萧将军2个月前死里逃生，如今已经进京了。宣镇国将军萧策安进殿。这不可能，他明明应该死在江南。臣萧策安参见皇上，臣缴窝复命，幸不辱命。好一个萧策安，死而复生，乃我大梁之幸。朕封你为归德侯，赐良田千亩，侯府一座。臣叩谢圣恩。萧云兰，好久不见。前世你欠我，这一世我会让你一点一点吐出。兄长，兄长在江南遇险，小弟在京中日夜忧心，家中诸事皆由小弟操持。嫂嫂她千挑两房的事，我听说了，你既娶了妻子，便好好过日子。那什么嫂嫂？你娶的是谢家大姑娘，我与你之间还有什么嫂嫂？我在太仓也早已经娶了妻。什么？我遇险时被人所救，救命恩人将他的独女许配于我，我已经答应了，一生一世，我只娶她一人。恭喜兄长！萧爱卿此次平定江南，战功赫赫。朕听闻你在太仓遇险时娶了一房妻子，可是当真？回圣上，确有此事。哦，是哪家的女儿？太仓沈太师家的外孙女，
可是大理寺卿谢大人的女儿。正是，臣妻乃谢大人次女谢听兰。听兰竟然嫁给了大哥，这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谢大人四女，那不是之前要和萧二公子议亲的那位吗？怎么转眼成了将军夫人？嘘，别乱说话，这萧家兄弟怕是有好戏看。萧策安，给我站住！你故意的！你明知道她是我，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还是你肩挑两房的那个田房？云兰，你背着我与谢采薇在一起时，可曾问过我愿不愿意？你搓磨听兰与马蹄下小产，最后眼睁睁看着她葬身火海惨死时，可曾想过她是你的妻子？不，当时夜深，我不知道她会突然走出营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也……对，我也重生了。上一世你和他害死了听兰，这一世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好好待谢林薇，毕竟你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云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你兄长回来了，还在电上说娶了听兰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云兰，你等等我。侯爷若知道小姐晒了半日，又该念叨奴婢没照顾好您了。她今日喝了药，睡得沉。萧大人，您不能硬闯，侯爷吩咐过，今日不见客。让开！夫人，是萧大人硬闯，奴才拦不住。侯府没有萧二爷，这里只有萧幼香和我夫君的弟弟。当真嫁给了他？请萧大人出去。萧大人，请吧。小姐，听兰，你我是有婚约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婚约？你不是已经娶了谢采薇吗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明知道我爹与你爹已经议定了。议定了什么？长幼有序，采薇本来与兄长有婚约，兄长出事，我代兄长照顾他，有何不对？那我呢？你也会进门，我会补偿你。补偿？当日你登门说兄长战死，要先娶我姐姐再娶我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说过？不必了，你只娶姐姐一人便好。萧云兰，你摸着良心说，你心里有我吗？自然有。有我幼时送你的穆青亭，听言。有我在雨里等你一整日，你转头去给谢采薇送伞。那日采薇病了。有我大婚夜独守空房等到天亮，还是有我小产后躺在床上，听见你在隔壁哄她别哭。上一世，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搂着我姐姐，说她算什么？听兰，不是你在交杯酒里下药，在欢宜香里加麝香，你害死我的孩儿，这件事是你干的吗？也重生了。是。所以你记得我？我记得你怎么害我。不是这样的，上一世是我糊涂，我那时分不清。分不清？采薇会写诗，懂我说的话。可后来你死了，我才知道心口像被剜了一块是什么滋味。够了，老天让我们都回来，不就是要我们把错的都改正吗？你改正的方法就是先娶我姐姐。那时我以为兄长死了。你以为？江南传回战报，谁都会以为他死了。是吗？也为什么？你怎么出来了？听见院里吵，没事吧？你说老天让你回来是让你改错，你改了什么？兄长误会了，我今日只是来问听兰一句，她与我有婚约在先，如今嫁给兄长，外头若传出去，只怕对兄长清名不好。清名？江南海防图的临摹本。兄长怀疑我，
是怀疑，这是从宋欣人尸身上搜出来的。明玉扣能说明什么？萧家子弟出入内书房皆配此扣，父亲那枚在祠堂，我那枚随身，剩下这一枚原该在你身上。怎么不摸了？设局！你谢我军机时，可曾想过这是局？你我是一母同胞，你为了一个女人要逼死我！你谢我军机时，可曾记得我是你兄长？青兰，你帮我说句话。说什么？我若真出事，采薇怎么办？萧家怎么办？那是你的妻子，与我何干？宋柯，谢听兰，你以为嫁给他就能干干净净从前世抽身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别忘了，你父亲还在大理寺，你的姐姐不是什么省油的烟。这就走了，奴婢还以为他要闹一场呢。他没脸闹，但他会灭证。谢采薇不是他的私意，是谢府给大小姐置办嫁妆时的封箱花样。这张图从谢府转过手。是。侯爷，夫人，谢家大小姐来了。他还敢来？他说听闻侯爷旧伤复发，带了符品探我。补品？还有一空瓶。让他进来。我去阅读门后听。听了。他冲你来，我得听清楚。别离我太远。知道。策安，我知道你怨我，可当初肩挑两房是父亲的意思，我也不想的。这些枇杷是我亲手剥的。我不爱吃枇杷。你从前明明……我以前如何？我只是听人说的。策安，你何必这样防我？你该回萧府。我知道你怨我嫁给云兰，可你出了事，萧家催得急，父亲也催得急，我一个女子能怎么办？谢采薇，男女有别，你已经嫁给萧云兰了。可我心里一直装的是你啊！装的是我？当初一切我选的本来就是你，得知你的死讯后，我日日哭到天明。若不是云兰说要替你照顾我，我怎么……你和我定亲后，频频跟萧云郎书信往来，谈诗论词，又算什么？那些只是寻常诗稿。寻常诗稿？这封是云郎成亲前1月写给你的。他说，若你我大婚，他愿在洞房外等你。不是这样的。还有这封。他说，他与我虽是双生，却只有你能分辨他诗里的孤寒。小岑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把苟且写的这样养家，自己看着不恶心吗？我错了。你错在哪里？上一世我也后悔过。上一世？我知道你也回来了。云兰昨夜回府后神色不对，说你和听兰都记得。继续。上一世是我糊涂，我不该解你的心，不该让听兰误会你，我也不该听云兰的话，在她屋中点欢宜香。欢宜香？都是云兰逼我的。她说只要听兰不能生，萧家长孙就只能从我肚子里出来。你今日来，就是说这些？策安，你救救我！还是为了拿这个？我没有。没有？我……谁让你来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萧云莲。他说你要害他，说只要拿到你的军令印样，就能证明江南那封信是有人栽赃。所以你来偷？我只是想帮他。帮他害人，倒是熟门熟路。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得意了。
姐姐从小最爱吃甜，爹爹每年送来2筐，一筐甜的进你院里，一筐酸的进我院里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以前总以为是我运气不好，原来不是运气，是有人先替我挑过。是又如何？大小姐，你不是不爱吃吗？整日爬树斗蛐蛐，给你甜的也是糟蹋。所以你就心安理得拿走。我若不拿，谁会给我？我娘只是个妾，我明明比你早生，却处处低你一头。你比我早生，便能抢我的夫君，抢我的孩子，抢我的命。我没有要你的命。上一世有小产的夜，马为什么会惊？夜里风大，马自己惊的，是吗？不然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把一匹畜生的账算到我头上？滚！别叫我！侯爷、夫人，萧右相府上的小厮在后面等着，请谢大人尽快回去。看来他等急。时候令。谢听兰，你别以为你赢了。赢你，从来不算我。小姐，就这样放他走？不放他走，怎么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你故意让他带坏回去。萧云兰今晚一定会灭证。跟在我身边，别出声。我知道。若有变故，先退。你也是。拿到了吗？只脱了一半，他发现了。蠢货！你吼我做什么？我为了你去侯府受辱，萧策安连正眼都不看我。我早说过，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蠢丫头。那怎么办？云兰，你不会真有事吧？若皇上查到江南那一封信……闭嘴！那封信有署名，送信的人也死了。只要拿到萧策安的军令托名，我就能说是他自动借倭寇之手诈死，回京都相会。可那作战计划的确是你给出去的。我只是让他们戳住他。戳住？谁知那群倭寇下手这么狠？他死了吗？若他死了，你就是我的妻，听兰也跑不掉。这一世，我本该两全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就是！娶我是因为萧策安死了，你以为我还能再给你诰命？你还想把萧风静兰也弄进府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今日去侯府，不也想让他回头看你？萧云兰，你既舍不得我兄长的侯爵，又舍不得我的相位，谢才伟，你比我干净到哪里去？奉圣上密旨，查江南军情泄露一案。兄长，谢听兰，等着要看着我死！你死不死，不该问我。那问谁？问那些死在江南的将士。谢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没有大理寺卿谢大人的路遇和密印，我的心出得了京城吗？他画过这幅，你看了？你不能说。不知道。明日御前，三峡一起呈上。是。小姐，您暖暖手。不行。明日若不想去，就留在府里。不要去。会很难看。他们难看，不是我难看。好，我陪你。怕不怕？不怕。带萧云兰。真冤枉！归德侯，把证据呈上来。
此图标出的埋伏点，正是陈前往退潮五口的行军线。战报传出前一夜，有人持萧府御寇调马出城。此物昨夜从城西旧宅搜得。臣等奉密旨守在旧宅外，亲耳听见萧云兰承认将作战计划递与倭寇，只为拖住归德侯归京。那不是口供，我当时被他们设局激怒，说的都是气话。327名将士战死，你一句气话都轻巧。谢大人，你说句话。萧大人慎言，本官与此案无关。无关？那封信若没有你的陆玉，出不了京。一派胡言！谢大人不是说，只要萧策安死在江南，采薇就是萧府唯一的夫人。我娶了听兰，谢家依旧有2门富贵。圣上，萧云兰死到临头，胡乱攀扰，臣任大理寺卿多年，素来公正，朝野皆知。公正？谢大人替江南海商托案多年，这些海商私下与倭寇往来，萧云兰的信就是借他们的传送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沈太师府呈上来的。沈知微，谢大人，许久不见，臣父沈氏求见圣上。臣父与谢父和离多年，本不该再问谢家事，只是他冒用臣父笔记，伪造书信，逼迫小女出嫁。这是谢父伪造臣父回信的原件，这是臣父这些年与兰儿往来的书信，笔记如何，圣上一看便知。圣上，臣只是爱女心阔。爹爹，您说爱女心切，那女儿想问一句，您爱的是哪一个女人？你和采薇，爹自然都爱。都爱。这是送进我院里的，这是送进姐姐院里的。这又是何物？带果商。小人每年给谢府送2等枇杷，上等甜果送大小姐院里，4等酸果送二果家院里。谢大人吩咐，账上都记一样价。为何？谢大人说，姐妹2个一视同仁。谢卿真是公正，连枇杷都要分2等。不过是些果子。是，只是些果子，可我吃了13年，连自己配不配吃甜的都忘了。爹，你救救我！谢采薇，你可知萧云洛泄露军情一事？臣父不知。不知？我真的不知。昨夜是他逼我去侯府偷军令印样。采薇，你昨夜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圣上，臣父只是内宅女子，都是他骗我。报应，听兰，这便是报应吗？听兰，妹妹，你帮姐姐说句话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姐姐，妹妹，我知道错了。你昨夜说，若不争，谁会把甜的送到你手里？如今怎么又想起我们是一家人？萧云兰勾结倭寇，泄露军情，罪无可赦，押入诏狱。3、4会审后，明正取人。谢大人身为大理寺卿，徇私枉法，勾连海商，伪造书信，革职下狱，抄没谢府。谢采薇协助盗取军令印样，押回萧府看管，待案结再议。听兰，你来了。你要见我？我那时看见你了，你在梨花树下睡着。然后呢？我想去替你披件衣裳，可采薇派人来说她头疼。所以你怎么？后来想想，若那日我走下，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不会，你不是走错了一步，你是每一步都选了自己。听兰，我后悔了。后悔没有用，上一世我的孩子也来不及了。没有来世了。萧云兰，欠的到此为止。修长，你我不是来赢你的。那你来做什么？
接她回家。真好。侯爷，天了，回吧，再等一会儿。母亲生前最怕你一个人守了。跪了半个时辰了。天蓝妹妹，你可见我一面了？你要什么？萧玉兰死了，爹也下狱了，我没有地方去了。你替我向侯爷求求情，哪怕让我在侯府做洒扫家光也行。姐姐，你还记得你出嫁那一年？什么？我出城时，萧云兰让人赏了我几把碎银。云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如今我也不会。谢听兰，你为什么偏要回来？你若像上一世那样什么都不知道不就好了？酸枇杷吃了那么多年，怎么这一世偏偏让你尝到甜的？因为甜的本来就不该只给你。侯爷，您旧伤还没好呢。萧策安，马上。小姐，您快管管。你下来。这串最甜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尝过。侯爷偷吃？是毒。尝尝。甜的。往后每一年都给你摘甜的。这一回不是别人挑剩后施舍来的甜。天蓝，你算吗？甜的。